3月31号，本来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现在川普说我要延1个礼拜，不要延1个月。为什么要延1个月？他说你没有配合我这荷姆斯海峡的护航，我不要跟你见面。但是贝森特讲不是这样，那这个时刻呢，可能战争处进到紧要关头，川普认为说他是三军统帅，他要坐镇指挥，听了我毛骨悚然，怎样？3月31号有一个大场面吗？没错，这个大场面快要来了，尤其是美军最近的，你看他针对很多这个不断的在轰炸他们各地方的这个军事设施，特别是哈尔克岛。对，所以事实上现在全世界呢，反而把目光焦点集中在哈尔克岛上面。为什么？因为我只要夺取了哈尔克岛，就断了这个包括伊朗的革命卫队所有的这个援助来源都没了，而且我控制哈尔克岛，中国的石油就被我控制住了。所以现在呢，夺哈尔克岛可能是未来美军思考的一个方向。迪里波里号这个2栖突击舰，它已经前往中东，它上面有这个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这个远征部队呢，它就可以进行登陆作战。我们知道远征部队原本设定就是夺岛计划，所以它现在等于要来夺岛，可能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大。好，那包括说像它现在很多还有那个所谓 A-10 攻击直升机也来到这个地方，A-10也来了，所以看起来的话，它是要做一个中低空的攻击嘛。对，那中低空的攻击，你来这个地方，那当然就是搭配夺岛嘛。所以未来为什么大家都说夺岛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我觉得。他现在很清楚，哈尔克岛上面有很多采油的设施，油田的设施，它基本上不会破坏。对，看起来我要保护着，可是你周边，你这些周边的地方，对，你这些都是在干扰我。是，你这边偷偷放一个岸枪，你让这个船不敢过去。是 ，A-10最喜欢对付这种地形。没错 ，A-10如果在这个地方，它是大规模的扫射，将这里清空的。对，没错，他就把沿岸所有都把它扫射光光，可能有的这个包括哈尔克岛周边，甚至是未来如果不排除说来到这个荷姆斯海峡周边进行这种地面的扫荡，这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所以像 A-10来的当然是预示什么？更大规模的杀伤力。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下一张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说，包括这个第31远征军，你看第31远征军来说，我们就说它可以在没有基地的状况下直接发动海上攻击，海上攻击就抢滩登陆嘛。我们之前不是就说过吗？这种远征军呢，它会带了很轻便的，包括说很轻便的这个能力呢，就登陆。登陆之后，他们会透过这个运输机投放包括海马斯啊各式各样的防空武器，就建立在上面，建立上面就夺岛成功嘛。所以我才说，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的话，如果迪里波里号现在已经通过了马六甲海峡，预计在1个礼拜以上的时间会抵达中东，所以你只要看它抵达中东的时间，再过几天，美国可能就要发动相关的夺岛攻击，那可能就是那时候的最后的这个决战时刻。所以川普是玩真的，当然玩真，他一定要有所目标嘛。第一个目标当然原本是说要拿下所谓的核子的相关原料，但问题是目前为止核设施来说，他们知道在伊斯法罕这个地方的地下室，在地下室里面来说，在很深的地方。但是因为美国之前炸了之后，把它上面都炸了乱七八糟，炸烂了。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说我到底要怎么进去。那怎么进去来说的话，怎么去拿也是个困难，因为他们这是这种气体存在。听说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让他们两个碰触那个泡太近的时候，还会有核融合反应，搞不好就爆了。所以你要怎么去拿，这个是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可能他第一个目标会转换成为夺取哈尔克岛。你夺下了哈尔克岛，对。你就是打到习近平的7寸了。当然了，因为他要你来这个护航荷姆斯海峡，中国不要来嘛，中国不要来 ，OK， 我就不要去，不要去的时候，我就拿下你的这个哈尔克岛，那让这个伊朗痛，让中国也痛，这或许也可以让中国人知道说，你不听我的话，就是这个下场。好，所以吴总，本来以为3月31号大场面来了，习近平跟川普要见面了，结果这个大场面变成了要打哈尔克岛，而且你已经讲了。哈尔克岛占了整个伊朗油源的92%，但伊朗的90%的油又到了这个中国，那我不是等于是我控制了哈尔克岛，就控制了伊朗所有输往中国的油源吗？他真的要打哈尔克岛吗？不知道了哈。但是如果打是什么结果，我跟你报告一下，待机大雕，而且表示他派出地面部队了嘛，他介入地面作战的开始，那什么样子？就是战争整个扩大。这扩大的话，那你哈尔克岛以他现在的所谓的这种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兵力了哈，如果从科威特打过去的话，他占领的话，几个小时就占领了。他的作战序列，他刚刚已经有图有照给你看了嘛。他的武装直升机第一波先去做第一波的扫荡的攻击，对，然后第二波就大型的直升机就登陆了嘛。登陆完了，他很容易打下来，没问题。问题是，那伊朗也不会做的就让你打啊。打完之后，第2天怎么办呢？易攻难守，
2000多个人怎么守它？哎，伊朗有可是你不是空军也没了，海军也没了，你这边刚刚讲我油猪也了，空军没有，所以你有空优，你空军可以继续能够维持它的这个战力没有错。可是他现在派出那种不对称的作战胆跟你打，无人机小跟你弄啊，然后小型的那种鱼雷跟你搞啊，没那么容易。骚扰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那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可以，美军的伤亡会不会提高？一旦美军伤亡提高，哇，这大新闻，所以这里面有风险嘛。所以那这个整个目的就是川普有一个第3个目标，叫做 limited war， 就是有限战争。他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他每动一步都动很小步，不敢动大步。所以我现在对他是不是要去攻占哈尔科岛这个事情呢，我还在保留了。因为《华尔街日报》今天有条消息就是说，当时他在这个所谓的启动伊朗战争的时候，凯恩有跟他讲，你这样打，你会就让他封锁荷姆斯海峡，封锁荷姆斯海峡对我们来讲会非常的困扰。可是当时川普认为说，我当时委内瑞拉一下子就处理掉了，所以你要封锁荷姆斯海峡之前，搞不好我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看起来川普跟他旁边的幕僚是太小看这件事。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这样具体讲哦，我每天都看这个新的报告出来嘛，就是 Pentagon 就是五角大厦给他的报告很清楚的，这个部分就是赫美兹海峡这个问题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军事问题很好打，一天就打掉了，哪有问题？打掉之后什么结果发生？全世界油元暴涨，到今天多少钱啊？到今天已经106块了。我刚刚下午看106啊，一打下来可能真的到200，那200怎么办？那问题，所以他的问题是油元会涨，后面的经济问题跟政治问题会油价问题才是他真正恐怖的事情。所以他如果真的用这种所谓的斩首，或是这种斩首行动，把哈尔科岛占领了以后，然后削弱了这个革命卫队的基本的力量，革命卫队愿意跟他谈判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看这个样子来讲的话，不知道，因为这些人哦，伊朗人现在在跟你拼命，那大家跟你拼死命嘛，啊，你拼探钱嘛，你川普来赚钱，我跟你拼我的，你是拼输命啊，我是跟你拼神死，拼神死的嘛，无讲嘛，所以他是不是攻打哈尔科？因为到这个地方。到完成部署还有至少1个礼拜以上的时间，而且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打吗？对，他会只告诉你打个哈尔科岛吗？不可能嘛！他一定是把这个区域的面积到处大幅度占领。那以色列人在干什么？以色列人会不会地面部队出来呢？所以有太多疑问摆在后面。可是川普昨天的演讲，我全部把它看完，他的这中间，所以我昨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讲，我说他有后手，后手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一定是非常坏的恶招。不知道，昨天马英九办公室突然说，萧玉成离开了，然后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去挡戴夏利，戴夏人格端正、品性什么优良，我想说你是不是在影射他什么东西？然后呢，现在就怪的是什么？马办还说未来马办这几年两岸交流做得非常频繁，他以后没有再跟中国的往来，全部停止了。你说你闻到一个味道？美国的力量进来了。对，第一个马办的已经决定内部，我不知道现在新闻发布没有了但是内部做的决定就是全面停止两岸的交流。他这几年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两岸交流。全面停止，这是我得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了然后第二个是消息就是说，他有一个重量级人物的介入，那重量级人物的介入是拿到了这个马英九的授权书，全权授权他来处理马办的业务，这第二个消息。然后第三个消息，除了你想知道人事以外，他把高华柱原来就是董事，对，高华柱也要负责扮演一个执行者，他董事在兼一个执行长的角色，对，大概类似这样，正确的这个政策的名称等等我不知道。这三个消息再加上第四个你刚刚讲的全面停止两岸交流。那这个情况一看的话，如果今天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的交往的中间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马英九。马习会，就马习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整个党两岸的资料里面的登录是有案的，是个非常重大的习近平的成果，这两岸成果。这结果，所以马英九那个地位是无可震撼的，无可取代的。对，那这个无可取代的地位，突然间现在熄火了，
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的这个意义就是你现在剩下是叫做郑丽文的中国国民党去交往。那个力道弱的非常非常多了。本来萧旭岑还可以狐假虎威，代表这个台湾国民党去搞两岸的这个，是因为你不是郑丽文的这个所谓的副主席，你是马英九的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执行代表，反正就是代表，你是马英九的人，所以你有这样的分量，你到对面也可以接受到很好的招待。就你现在马英九跟你切割干净了，马英九跟他切割干净是昨天的事情，今天的消息不是。今天马英九是跟中国大陆切割干净，这马英九要讲清楚一点。昨天是萧旭岑，今天是两岸全面停止，这才是大地震，是政治上非常大的震撼。那这个震撼只剩下一个薄弱的郑丽文的话，他顶不住那个场面嘛，你这一小咖而已啊。因为马才是真正的一个大能量的一个，它可以震撼什么？震撼中美台三边关系啊。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